随便一个官员都身价100亿，而国家50亿外债都还不起。面对前来讨债的官员，总统尴尬的像个孙子，一边请求延期，一边陪着笑脸。打发走讨债的人后，瓦西连忙问总理：“你们把50亿都花哪了？”总理却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每一任总统都是在还上一任的贷款，找其他国家再贷款还上就行了，这就是当总统。”瓦西表示自己坚决不这么干，他要立即还上贷款。总理则建议瓦西推动延迟退休，同时提高商品税，这样的话不到半年前就能凑够。压力之下，瓦西决定尝试看看。可隔天早上，他老妈刚刚退休，因为国家延迟退休，还要继续去上班，气得给了他一耳光。而增加30%的酒税，气得他酒鬼老爸当天就把他赶出了家门。群众极度不满，纷纷跑到总统府门前抗议。为了转移民众注意力，竟然有官员背着瓦西对民众发布说，有一颗陨石即将在乌克兰坠落，到时候乌克兰就会从此消失了。隔天瓦西上班时，发现街道上竟然一个人都没有。瓦西感觉这不是办法，只能改变政策，决定对富人进行征税。寡头们眼看现任总统不仅不听话，而且还动到了他们的利益，矛盾渐渐升级。复活节这天，电视台邀请总统和各部门高官进行一场电视辩论，主题是总统要怎么解决腐败问题。瓦西说已经有高官带头腐败了。原来寡头早已经在瓦西身边安插了一个美女间谍，到时候感情升华了，寡头们就会有一个听话的总统。为了让总统瓦西上钩，美女间谍用尽了各种办法，特意跟瓦西经常一起独立坐电梯，创造各种独处的机会。最后，美女间谍成功的让总统瓦西请她去高档餐厅吃饭。昨天晚上，美女间谍拿着红酒来到总统办公室，在诱惑瓦西时，由于动作太过激烈，瓦西发现原来墙上他一直没有在意的国徽，居然暗藏玄机。他发现了一本前任总统留下的腐败黑账，每一笔贪污都有详细记录。最后，瓦西顺藤摸瓜，设计一个圈套，引诱最后的大 boss 出现。他在钱箱上装了跟踪器，还在钞票上面撒满了荧光粉。说完，全场熄灯。黑暗中果然有一个人浑身布满了荧光粉，那个人正是国家总理。总理百口莫辩，当场被捕。全场先是沉静了一会儿，之后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。但总理之后的牢狱生活却舒服的跟度假一样，而且瓦西竟然还去求他出狱。